为了帮白月光解决孩子的入学问题，齐辉要跟我假离婚。我说没有假离婚，只有真离婚。他不以为意，笃定我说的是气话。毕竟我们因为白月光吵了那么多次，最后都是不了了之。因此这次他意外坚决的要和我假离婚。可他不知道，这次我玩真的了。而这件事就发生了在今天。今天我手机上突然收到业主群里的通知，说新的入学政策下来了，我们成了名校学区。业主群里顿时欢呼一片。不过这跟我家没什么关系，我和齐辉是丁克。放下手机，正准备继续工作，齐辉的电话打过来，妍妍，我在你公司楼下，中午一起吃个饭吧。我抓着手机的手紧了紧，闷闷嗯了一声。和齐辉结婚5年，工作地点相隔一条马路，但是他很少跟我一起吃午饭，鲜少的几次来找我，无外乎都是相同的原因，所以这次肯定又和他的初恋有关吧，大概率是孩子的入学问题。毕竟这1-2个月他都在帮他咨询孩子入学的事。让我猜猜，他想跟我说什么？把房子暂时过户给他，让他的孩子上我们附近的小学，又或者想办法让初恋的孩子转进我们的户口本。虽然有些离谱，但确实是齐辉能干出来。只要事关初恋，他就像魔怔了一样。我们这些年因为这种事没少吵架，但齐辉确实对初恋没别的想法，他就是胜负心泛滥，觉得他过得不好，想帮上一把。我生气归生气，最后总是不了了之。不过这次不一样，要么事关房产，要么事关户口，我不可能让步。1个小时后，公司楼下的餐厅，我看着一桌子最爱的菜肴，毫无胃口。你要跟我离婚？不是离婚。齐辉一本正经的纠正，是假离婚。我挥了挥手，阻止他继续解释下去。终究还是我天真了，齐辉为了他的初恋，竟然可以做到如此地步。我想问他，明明有那么多解决的办法，为什么非要选择最离谱的？但张了张嘴，最终作罢，转而郑重地警告他，齐辉，没有假离婚，只有真离婚。他误会了我的意思，开口安抚。我就知道你会多想，财产分配协议我都准备好了。我接过他递来的文件，公共账户里的100万归女方所有，即将拆迁的城中村45平的老房子归女方所有，拆迁后的赔偿也归女方所有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份协议诚意十足，但齐辉是本地拆迁户，不算还没拆迁的诸多老房子，手头至少10套房产，存款以千万计算。他只是拿出一小部分跟我离婚，更像是施舍。我抬头看着对相恋4年、结婚5年的男人，突然觉得无比陌生。无论是防着我也好，觉得我贪财根本不会真的跟他离婚也罢，总之齐辉是觉得拿捏我了，跟我假离婚不是商量，而是通知。原本还想着，如果他把所有的财产划归我名下，我会硬气拒绝，然后毅然跟他离婚，从此各走各路。如今他如此谨小慎微，这协议我要不签，还真对不起他的良苦用心。我就将协议递给他，那等会儿我请个假，先去公证，然后离婚。齐辉有点等不及，跟着我去公司请假，然后直奔公证处、房管局，把事情都办了，钱也转了，满意了。他笑，这钱就算复婚了我也不要了，都归你。放以前我会当他在乎我，所以用这种方式哄我，但如今算是明白了，他只是嫌我麻烦，单纯的用钱打发我。我点点头，谢谢。他奇怪的看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，大概是想不通，不止一次用钱打发我了，为什么这次给的钱最多，我却反倒态度冷淡。我扭头对上他探寻的视线，那现在回家取结婚证？不用，就在车上。我被他气笑，看来你等不及和他结婚了。齐辉脸色微沉，妍妍，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，我和雨柔没什么。我没理他，闭上眼假寐。民政局，陈雨柔已经等在那里。一进门，她热情地将号码牌递给我。傅妍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放从前，我看在齐辉的面子，多少要跟他客气一下。现在别说他了，齐辉我都不想给他好脸，就双手抱在胸前，对他递来的东西视若无睹。妍妍，别闹。齐辉抬手接过号码牌，转头安抚起陈雨柔，你别介意，他就这脾气。陈雨柔诺诺开口，没事，他生气应该的，我太麻烦你们了。不麻烦。这时叫号叫到我们，齐辉迫不及待走向柜台。我扭头看了眼面露得意的陈雨柔，这才跟了上去。这边离婚手续刚办完，陈雨柔又拿出一张结婚的号码牌。吃瓜群众伸长脖子，期待的眼神在我们3人间来来回回。可惜我并没如他们所愿闹起来，只是冲齐辉伸出手。什么？车不是给我了吗？钥匙？齐辉仿佛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，瞪圆眼睛，你不跟我回去？我明显感觉到周遭八卦的眼神变成错愕，旁边陈雨柔的表情也不怎么好看。不了吧？我说你们新婚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我知道陈雨柔并不会住进去，说这话无外乎是心里不爽，给齐辉添堵。他眉眼沉沉，对我的不懂事颇为不满，所以再没说什么，干脆的把钥匙给了我。我坐上车，第一时间在朋友圈晒出离婚证，将齐辉和我离婚、跟初恋结婚的事情广而告之。此时我正在大排档，和几个闺蜜庆祝单身，夜市嘈杂。第2个电话打过来的时候，我才听到，犹豫了一下接起来。妍妍，本以为齐辉会质问我为什么要发那样的朋友圈，没想他的情绪一如之前稳定，只是无奈叹息。强子他们说过我了，我才知道对你有多过分。我没吭声，听他继续说，但我对雨柔真的没有什么想法，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我？所以这件事还是怪我，哪怕他瞧不起我的朋友也觉得他过分，错还在我。我懒得多说，就开着免提放在桌边继续撸串，因为此前从来没有如此怠慢过齐辉。他喂喂了几声，只当信号不好，不得不挂断了。我收起手机，一抬眼发现3位挚友都表情严肃地盯着我，干嘛？吓死我了！他不会认个错你就有原谅他了吧？这算认错？别转移话题，回答我们。当然不会，真的不会。
真的不会，我很郁闷。合着下午我在群里白说了，为免他们担心，我举起手发誓，我以前一次次原谅齐辉，是因为我喜欢他，但是现在我真的不喜欢他了。我眼中的婚姻是相互喜欢的结果，但我昨天突然发现，齐辉恐怕对我并没多少喜欢，和我结婚可能只是单纯的觉得我适合结婚。好拿捏，我接受不了这样不平等的感情，所以我也不喜欢了。简单的2句话让他们3个放下心，毕竟以前我在生齐辉的气都没说过不喜欢之类的话。好了好了，我信你。吃肉，因为第2天都要上班，吃完烧烤我们就各回各家。我在婚前就给自己买了套小公寓，如今离了婚，不至于没地方去，只不过好久没收拾了。喝了点啤酒，本就有点晕乎，又打扫了半天卫生，最后累得倒头就睡。半梦半醒间，貌似听到有人敲门，但实在睁不开眼，只好作罢。第2天醒来，放在客厅的手机里，好多来自齐辉的未接来电，我没打算回过去。最好的前任应该像死人一样，不要打扰彼此的生活。点开微信，又是好多来自齐辉的语音、视频通话邀请，见我始终没接，又发消息问我在哪儿，说很担心我，让我看到消息给他打电话。我莫名其妙，以前也不见他这么担心我。我没理齐辉，洗漱更衣，悠闲地走去公司。没想平时这个时候还在睡觉的他，竟然在公司楼下大老远见我，快步走过来。他红着眼睛，劈头盖脸地问我：你昨天跟谁在一起？为什么不回家？我看着齐辉有点委屈的表情，觉得可笑。都离婚了，还住一起干嘛？齐辉，我说了，没有假离婚，只有真离婚。我是说你在附近的公寓，为什么晚上不在家？我隐约想起晚上听到有人敲门来着，不过没解释，只说离婚了，你管我。所以我朋友看到你跟一个男人在一起，是真的了。我什么时候？话说一半，我突然想起小敏是短发，中性风。齐辉误会是我心虚才没说下去，咬牙切齿，你真的去找男人了？傅言，我没想到你是这么随便的人，没有哪个人愿意被贴上随便的标签，饶是已经铁了心和齐辉分开的我也不例外。我怒极反笑，正欲讥讽他几句，说比不得他随便，然而突然涌入脑海的回忆又让我闭上嘴。每每我因为陈雨柔的事情生气的时候，他总说如果我有关系好的异性朋友，他绝对不会像我那样小气。可是当我真的拥有了这样一位异性朋友，他却说我随便。所以齐辉并不是心大，更不是胜负心作祟，他从来都知道已婚男女不应该和异性如此亲密，只是不在乎我，所以才会不管不顾我的感受。尽管已经失望透顶，但这一认知还是让我的胸口一阵闷痛。齐辉，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，无数次我因为陈雨柔生气的时候，你总说如果我有这样一位异性朋友。齐辉眸瞳微缩，急吼吼的狡辩，那不一样。我瞧着他眼中的心虚，突然很想笑，怎么不一样了？或许是我的嘲讽太过明目张胆。齐辉嘴唇蠕动，却没再说下去。好半天，他一副败下阵来的样子。我知道了，你是故意气我呢。你放心，等明明顺利入学，我马上跟雨柔离婚，以后都不跟他联系。你满意了吧？说来说去，始终是我小题大做。放以前，我高调跟齐辉说道，但现在他要如何对陈雨柔，又和我何干？我就再不理他，叫住不远处的主管，开开心心上班去了。昨天被齐辉压着去请假的时候，我给主管说了要去离婚，他就上下打量着我，不对呀，你怎么红光满面的？有吗？我看着电梯里自己的倒影，还真是，大概是齐辉将我的感情消磨殆尽了吧。离了婚，反倒让我觉得轻松。既然你情绪稳定，那出差。不等主管说完，我积极回应，我可以，我的工作性质要经常出差。后来和齐辉结婚，他总说不习惯我不在他身边，便转了不出差的岗，薪资减半。如今想来，何其可笑！他半夜去接醉酒的陈雨柔，怎么就习惯我不在身边了？陪他在外地打了半个月的离婚官司，怎么就无所谓我在不在他身边了？下午的时候，被我拉黑的齐辉用陌生号码打电话过来，希望我、他还有陈雨柔能吃顿饭，把话说开。不好意思，我出差了。原本定的是2天后出差，我换了2天年假，提前跑了，就知道齐辉要没完没了。出差？你不是从来不出差吗？齐辉，你要搞清楚一个问题，我不出差是因为你不让我出差。现在离婚了，我的工作自然要恢复正常。电话那头沉默片刻，语气疲乏。妍妍，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把离婚挂在嘴上？我都说了，我跟雨柔，我不厌其烦。打断他，行，如果你马上把他孩子的户口转出去，我就信你。妍妍，你不要无理取。不等齐辉说完，我挂断电话，继续拉黑。随后几天，因为牵扯到保密内容，谈合同的时候要上交手机，我难得清静了几天。等所有的流程走完，保管手机的小姑娘迫不及待把手机给我。燕姐，你老公这几天天天打电话过来，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。我笑着道谢，打开手机，第一时间跟主管汇报工作，然后去看我们好闺蜜的聊天群。至于齐辉，我没打算搭理他，大家都很忙，难得聊到99加，也不知道这几天他们在聊什么。点开，竟然有关齐辉，他们说陈雨柔的孩子顺利报名，他要跟他离婚，他不答应。齐辉傻了眼，
到处找人想办法，这是在熟人圈子里都传开了。噗，笑死！知道陈雨柔不是善茬，没想她这么不要脸。然后再往下翻，加的一些齐辉的朋友都在帮她说好话，我一个都没搭理。之前许多次我和齐辉因为陈雨柔闹矛盾，他们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一个个站出来都在跟我打包票，说了两人确实没什么，而且还说陈雨柔人很好，让我不要多想。我就重新打开和主管的聊天界面，问有没有什么无缝连接的差给我出一出。他说有个去山里跟项目的，条件有点艰苦。我说我去。晚点时候，齐辉又用陌生号码给我打来电话。妍妍，明明的入学问题已经解决了，可是陈雨柔还是不肯跟我离婚。他满腹无奈，一如之前妄图从我这里获得解决的办法，可是都离婚了，我没义务和他共同承担他的烦恼。不过当笑话看倒是可以。所以呢，我要跟他打官司，你来出庭。做什么证？证明你们两情相悦？妍妍，齐辉低吼出声，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？他从来情绪稳定，就算再生气，也从没这么吼过我。看来是被陈雨柔气的了。我身心舒畅。齐辉，我不让你跟他结婚的时候，你让我懂事点。现在我祝你们百年好合，你又让我懂事点。你到底想让我怎样？那边被噎冗长的沉默后，放软了声音。妍妍，我只是看陈雨柔不容易，想帮她一把，实在没想到她竟然算计我。我嗤笑出声。陈雨柔是本地人，父母健在，兄弟姐妹一大把，但她有事只找你。齐辉，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，这是我离婚后才想通的。齐辉既然知道已婚男女应该和异性保持距离，那么不可能看不出来陈雨柔的目的。陈雨柔知道他知道，所以才会借口孩子入学的事情，提出跟他假结婚，笃定他为了体会这种婚姻外的模糊暧昧，答应自己。说白了，他根本就是自作自受，活该。齐辉当然不会承认，他还是嘴硬。哎呀，我对天发誓，我对陈雨柔绝对没有任何想法。知道了。说罢，我挂断了电话。当天晚上，我进山了，信号不好。经常在几个小时以后看到别人发来的消息，更别说接电话了。闺蜜群一直在持续报道齐辉和陈雨柔的事。齐辉败诉，无法离婚，不过因为社会影响巨大，加上一些孩子无法入学的家长的投诉，陈雨柔的孩子最终没能被附近的名校录取。听说陈雨柔根本不在意，把孩子送回娘家，去了姥爷单位的职工小学，本人则赖在齐辉家里，要跟他好好过日子。期间没少收到一些人劝我回去给齐辉作证的消息，说齐辉对我有多好，让我不要因为赌气把好男人拱手相送。我直接将他们之前替陈雨柔说好话的聊天记录截屏发给他们，然后并不拉黑。齐辉于我而言，如今不过是个陌生人，我还想通过他们多看些他的笑话。半年后，我晒得黑黢黢的从山里回来，才下飞机，就见精心打扮过的齐辉捧着我喜欢的向日葵站在出口。然而还不等他看到我，就被陈雨柔逮到，哭嚎着骂他没良心，为了小三不归家。众人兴致盎然，拿起手机，我也混在其中，将镜头对准了他们。看啊，这就是纵容陈雨柔说谎的结果。看够热闹，我上了公司派来的车，司机小王邀功，傅妍姐，我们办的事你可满意？我笑，感谢感谢，今天下班请你们吃大餐。齐辉妄图通过贿赂前台的小姑娘得到我的行踪，前台让跟我熟识的小王告诉我，问我要怎么处理，我就让他们尽管收下齐辉给的好处，将我回来的时间告诉他，然后将齐辉要接机的事情告诉陈雨柔，让他管好自己的老公。这段时间，齐辉为了躲陈雨柔，已经很久没回家了，听说他在到处找他，这次我将齐辉的行踪告诉他，希望他不要再弄丢他了，这样齐辉也就没时间骚扰我了。开开心心回到公司，跟领导汇报完工作后，我去找主管，他正在看机场齐辉和陈雨柔拉扯的视频，刷到了吗？我笑着点头，这视频回来的时候看了一路，挺爽。他盯着我看了半天，看来你确实放下了，那为什么还要申请去林氏的分公司呢？去分公司是我在离婚后就产生的想法，只是这几年实在没做过什么好看的项目，所以出了2次差，让公司看到了我的态度才提及。齐辉和陈雨柔短时间内不可能消停，我肯定也不会安生。林氏到这里高铁不过1个小时，玉书在那里工作，小敏的老家也在那里，调过去不影响我们4姐妹常聚，还能远离那2人，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。我实话跟主管说了，他沉默许久，叹了口气，在调岗申请书上写了推荐意见。那还回来吗？他马上要升任部门经理了，主管的位置想要留给我。之前因为不加婉拒，如今离婚了，却还是不能随他的愿留在他手下。我一面在心中痛骂着鬼迷心窍的自己，一面心中有愧的点点头。等齐辉不纠缠我了，你还需要我的话，我就回来。公司的领导很好说话，很快给我走完流程。只是调岗不是小事，即便手续走完，也不可能马上上任。所幸我还有10来天年假，干脆都休了，跑去单身的笑笑家里，给他做几天饭。在山里的这段时间，我从齐辉朋友和几个闺蜜那里断断续续得知，齐辉在疯狂的找我，不顾颜面，找了所有能联系上的我的人给我传话，表达了深深的悔恨和歉意。我收到过10来个他录制的不同的道歉视频，恳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不少人都觉得他是真的知道错了，不然以他的条件，即便在假离婚事件中全责，也不至于如此低声下气。但我完全不为所动，从浑浑噩的婚姻中脱离出
明明有很多方法，你为什么偏偏选择跟他结婚？齐辉被我问住，嘴唇张张合合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等了2秒，起身，谢谢你的支票，再见。不对，最好再也不见。这次齐辉没有挽留我，他只是低声唤着我的名字，说一定会给我一个交代。我脚下未停，出了咖啡厅，直奔银行。在临时安顿下来的1年后，我从某个朋友的口中得知，齐辉终于离婚了。他可是牺牲自己的清白才换来的自由。来我这里出差这位朋友表情揶揄，齐辉假装接受了陈雨柔，假装被他灌醉，然后在陈雨柔怀孕以后，告诉她是无精症。后面的话我没听太清，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无精症几个字。因为身体原因，我不能生孩子。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原谅齐辉，是因为每有人催我们要孩子的时候，他总是冲到人前维护我，说是他要做丁克，不要为难我。我一直心有愧疚，甚至在彻底放下以后，对于这件事也仍旧心存感激。弄了半天，原来他也不能生，还装出大度的样子，愿意和我丁克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我以为这么久了你都放下了才说的。我回神摇摇头，他没告诉过我他有无精症，我不能生，所以一直很愧疚。齐辉在朋友眼中的形象已经崩塌，我不介意更糟糕一些。没多久，他来我的知齐辉的消息，听说他交了几个女朋友，又很快分手，嫌对方总是盯着他的钱，拿对方跟我做比较。中间通过朋友试探过我的态度，问如果将房产和存款都给我，愿不愿意跟他复婚？我理都没理。刚认识齐辉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他是拆迁大户，我是真的喜欢他才跟他在一起。后来我无意得知他原来有那么多存款和房产，也不怎么在意，毕竟没孩子，也没车贷房贷，1年30万的收入足够我过得很好。如今我2000万在手，年薪又升到70万，更不会在意他所谓的存款和房产。可惜他始终不明白，我为什么成日被陈雨柔恶心，却还是跟他过了3年。第2年春，笑笑结婚了。我去参加婚礼的时候，无意撞见了陈雨柔。她在酒店的包间门口拽着一50多岁的男人：“我给你生了个儿子，你凭什么不给我抚养费？”那人一把他甩开：“要不是你说不要负责，谁会碰你？”他爬起来想要继续跟人撕扯，被保安拦住，只能眼睁睁看那人离开。挣扎间，陈雨柔看到了我，四目相对，她一瞬涨红了脸，灰溜溜从另一边跑了。小敏停车过来，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：“什么？没什么。”我笑了笑：“走吧，去看新娘子。”